导演只是想让他演个战斗英雄，却没想他演完后就连英雄本人都赞不绝口。首长，您觉得演员演得好吗？你们演得真好。如果给功勋的演员打分的话，王雷绝对能排第1名。他的演技到底有多炸裂？要想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，只有打胜仗，要把美国鬼子打得不得不罢手为止。残酷的是，可能到了和平来临的时刻，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了。但是，祖国会记得我们，亲人会感激我们，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，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，不容屈辱。他就是战斗英雄李延年，他是国家的特等功臣，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。他戎马一生，保家卫国，是美国人眼中的死神，是敢跟阎王叫板的男人。而他究竟有多牛？1951年，美国人仰仗强大的海空优势，提出了让我军退让30公里的无理要求。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，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。147团3营奉命夺回346.6高地。可战斗即将打响，却有个小战士开了小差，原因竟然是为了老家的女孩张二妞。为了稳定军心，连长当即决定将这个小战士处决，却被指导员李延年拦下。他深知这次事件如果处理不好，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问题。于是他向大家讲起了小战士的故事。原来他自幼无父无母，从记事起就靠乞讨为生，在快被饿死的时候被二妞救下。他也不想当逃兵，只是怕看不到二妞最后一眼。得知小安东的遭遇后，战士们纷纷站出来为他求情。然而纪律就是纪律，不容任何人侵犯。指导员，你枪毙了我吧，我不怪你，是我违反了战场纪律。把眼睛闭上，跟你的二妞告别，彻底告别。二妞，下辈子我再报答你。小安东惊讶地发现，一向以神枪手著称的指导员，这次竟然打歪了。小安东，作为逃兵，你已经死了一次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为了一个二妞而活着，而是为了保卫千千万万的二妞而活着。随后，李延年和连长去营里开作战会议，可他们7连战斗力最强，却被安排在了助攻位置。连长刘家龙据理力争：我们7连哪点不如8连9连了？你要让我们7连打主攻，1、2、3、4号阵地我全包了。刘家龙，我见过霸道的，没见过你这么霸道的。对，这叫霸气，有底气才霸气。几个连长争得不可开交，可李延年却突然沉默了，因为他想到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。他建议战斗开始前对敌人进行一次袭扰，既能起到麻痹敌人的作用，又能摸清敌人的火力配置，还能借此机会清除雷场和铁丝网。刘家龙、李延年啊，你们的建议很好，我马上向团里请示。然而战斗即将打响，保卫科的人却突然找上门来。原来是他们认为李延年的连队出了政治问题，要求把7连换下来，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审查。可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，在团长的极力斡旋下，保卫科的人才终于松口，答应战斗结束后再对7连进行审查。而7连之所以招来保卫科的人，是因为连里有几个从国军招降的战士，其中就有这个枪法极准，却总喜欢贪点小便宜的罗厚才。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罗厚才会在未来的战斗中屡立奇功，打得敌人抱头鼠窜。不久后，袭扰行动拉开帷幕。可奇怪的是，敌人似乎早有防备，巡逻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，这导致7连根本无法靠近敌人的阵地。为此，营里决定改变作战计划，提前用炮火覆盖敌人的阵地，在炮火的掩护下，排雷组才慢慢摸进雷场。可不久后，他们就发现了一件棘手的事：敌人布的雷实在太多，不仅如此，种类也五花八门，有松发的，有压发的，甚至还掺杂了一些鬼雷。要想在规定时间内排完，根本就不可能。于是排长临时放弃撤退计划，下令等袭扰结束后留下来继续排雷。排长，你放心，到了进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滚雷，一定让部队安全通过。得知这个情况后，李延年命令排雷组立刻撤下来，因为这样做不仅危险万分，还有可能暴露我军接下来的战斗意图。这次高地争夺战之所以选在深夜，凭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意。可排雷组的人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，谁下命令都不管用。无奈之下，李延年只好亲自前往雷场。与此同时，我军的炮火停了下来，这预示着袭扰行动正式结束，真正的进攻将在2小时后发起。李延年命令排雷组撤回去，但他们却遇到了一颗奇怪的地雷，鬼雷下面竟然压着一颗松发雷。贸然把鬼雷拿掉的话，松发雷就会立刻爆炸。此时敌人发射了照明弹，但压着松发雷的战士却一动也不敢动。如果这颗地雷操作失误，那么后续的一切计划都将失败。
更棘手的是，敌人的巡逻队正往这边赶来，距离李延年所在的位置仅有几十米。李延年安慰战士们不要慌，他们的时间还很充足。一个战士用木板将松发雷压住，另一个战士则用布条绑紧，赶在敌人到来前，他们才将这颗雷排除。然而在撤退的时候，李元却失足掉进壕沟，不小心踩到了地雷。干什么？踩着松发雷了！眼看美军的巡逻队近在咫尺，李延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